穿到三国后，我与鬼才郭奉孝成为了忘年之交，却不想郭奉孝病逝后，在留下的奉孝遗册中将我阴了一手，并留有一句嘱咐：主公见之则不可放，或助主公成大业，或杀之以绝后患。而此时的我却浑然不知，在听闻其病逝的消息后，立马赶回去祭拜。此时距离郭家去世已过7日，曹操早就埋伏在了郭家的坟茔外围，从天明再到日落，主公夜如此深了，还是早些回去吧，切不可累及身体，不然奉孝泉下有知也会。曹操看了眼陪着自己的荀彧，搓了搓手，随后才道：文若莫要担心，非是某悲伤过度，而是奉孝留给某的一个机缘。文若虽对奉孝的言行常有不满，可也知道奉孝的为人，对于正是奉孝可从未有过无的放矢之举。据奉孝流言，今日必有一胜过其100倍之才出现，某是在等这位奉孝口中的奇才。荀彧听到曹操的话，一脸的古怪之色。除去2人之外，曹操身边还有1人，当是负责护卫之人。又过了2个时辰左右，依然接近了子时。曹操这边时不时的搓手跺脚，荀彧却是在心里直骂娘。就在荀彧快要失去耐心的时候，远处传来一阵叮铃当啷的声音：主公要等的人来了。我就知道奉孝说的是这小子。曹操闻言双眼一亮，忙不迭地问道：文若识的来人，快与某说说。荀彧轻叹了一声，想了想才开口道：奉孝所说之人，姓刘名章，字念祖。其父原本指望其光耀门楣，却不料这孩子行为怪异，完全没有半点礼仪，于是就给他取了个念祖的表字，无非是希望其能够改邪归正。文若既然识得此人，不知其才能如何，与我细细说来。荀彧闻言苦笑着回道：单论其才，诚如奉孝所言，或许还是保守了。论及政略，100倍之于在下；论及兵略，奉孝须以其为师，其思维之敏捷，谋划之迅速，此事无对之者。所谓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灭国，百世之才也。曹操闻言，眼中浩光大放。而就在这时，那叮当作响的声音也停了下来，只听得一个少年的声音传入3人耳廓：好你个老嫖客，早让你戒了5弹散你不听，让你饮酒误醉你不信，让你少去烟花柳巷你也不听，现在倒好，人没到49嘎了，害得我大冷的天跑来跟你祭拜，你娘的！曹操在不远处人都懵了，指着郭家墓的方向，手指颤抖地盯着荀彧道：这就是你和奉孝口中的奇才？哎，荀彧捂脸不言，一肚子憋屈。算了，死者为大，我就不骂你了，你是没口福，今年的桃花酿是尝不到了，虽说时候尚短，但也算是勉强能够入口。还有你最爱的叫花鸡，说起来这鸡还是我偷来的，不过你放心，我给农家留了银钱和字据。听声音，来人年纪不大，差不多也就是20出头，声音清澈干净，只是略微带着些许疲惫。说起来，当年还是在草庐的时候，咱俩就聊过，那时候的你才20几岁吧，多好的年华啊！聊起来的时候中气十足的，可跟了曹操之后，你看你那样，早跟你讲了别太拼命，动脑子可比你想象中的要消耗的大多了。你也不想想，你之前还有个细致才呢，最后不也是累死的？曹操啊，这个人有大志，这我承认，可越是有大志者，其路就越是艰辛。你又不像荀彧那样懂得保养，人家是张弛有度的，你啊，跟细致才是一类人，看着表面风流倜傥的，骨子里却比谁都拼命。现在好了，真叫一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何苦呢？边说着，年轻人边打开食盒，将贡品慢慢摆了上去。至于原本的贡物，都被他划拉到了一边。咱们边喝边聊吧，顶着西北风跟你干唠，也是真难为我了。来尝尝我新酿的桃花酿，不好喝也担待点，毕竟才叫了3个月。说着，年轻人打开一个葫芦，直接倒扣在郭家的墓碑上，随后自己取出一个小碗，给自己倒上一些，有一口没一口的做着。说起来，我学到也有些年头了，可这玩意看起来有些不准呢。按照你的命格来看，应该是8月左右你就该下去报道了，害得我千里迢迢的往北跑，结果偏了这么多，一来一回的小爷我盘缠都快花光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曹操此刻正看着荀彧，轻声问道：这刘璋还有窥见天命的本事？荀彧摇了摇头，同样压低声音说道：我就见过他几次，当时他才不到10岁，虽然妖孽，但这本事当初还没有，应当是后来学的，毕竟是道家，有些神神秘秘的学问不奇怪。2个人在一旁小声议论着，那刘璋此刻却在继续念叨着：记得上次见面还是在建安2年的时候吧，当时我跟你讲，来年曹操破了徐州，让你见到貂蝉之后给我画张美人图，你倒好，画了个啥给我？有人，不会是奉孝你吧？别笑我啊，这大半夜的，天儿又凉，咱俩啥交情，别搞事啊！你四下张望了一番，搓着胳膊开口抱怨道，显然是有几分不安的情绪。可他哪里知道，那倒吸凉气的声音是曹操发出来的。破吕布是在建安3年，也就是说1年前的时候，这个刘璋就断定了他曹操可以拿下徐州。如果不是事先知道自己在附近专门讲给自己听的，那这本事就可见一斑了。不行了，太冷了，再跟你聊下去，没准我都得下去陪你。等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再来，当然也不一定是明年，毕竟我这人又宅又喜欢到处跑，这你是知道的。总之后会有期，不太对，后会无期好像也不太对，反正你明白的，下次聊。说着，年轻人起身活动了一下有些僵硬的身体。叮铃铃，曹操听到这里急忙起身，但在寒风中实在待得太久，非但没能站稳，还险些摔倒在地。好在身边的护卫手快扶了一把，这才幸免于难。可这时候的曹操哪里管得了那么多，急忙开口道：许褚，速速拦下那人！先生留步！这一嗓子堪比深夜惊雷。许褚什么人？那嗓门可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了的，尤其还是在这郊外的深夜之中。原本这3更半夜的还在坟地旁边，你就有点哆嗦，现在可好，先是有些窃窃私语的声音，紧接着许褚嗷的一嗓子，你瞬间脸都白了，差点被吓出个心肌梗塞来。别说他了，就连拴着铃铛的驴都吓跑了，你更是不堪。驴子一决定，正哆嗦着的你直接被甩了个跟头，道冠都甩掉了，披头散发的趴在墓旁的地上，宛如一个从坟墓中挣扎而出的厉鬼。那形象看得荀彧直愣愣的打了个冷战。而曹
曹操却是带着兴奋一路小跑过去，笨手笨脚的拉扯着你，边拉边说道：“先生勿慌，这野外天寒地冻的，随我回城一叙可好？”你原本还有些心惊肉跳的，不过曹操手上的温度却让他慢慢定住了心神。起身之后甩开那双乱摸的大手，躲开一步才说道：“不是，你谁啊？大半夜的，人吓人吓死人不知道吗？还有啊，说话归说话，别乱摸啊！小爷警告你，男男授受不亲，明白吗？”曹操却并不以为意，借着月光目送着你整理仪容，躬身道：“是某唐突了。久仰先生大名，敢问先生可否与某回府一叙？”你此刻正在整理自己那一头风中凌乱的秀发。闻言警惕地看了眼曹操，这就不劳尊驾了，在下可没什么大名，当然也更没有什么财产，山水有相逢，咱们还是就此别过。贫道还要去寻我家桃花，这深更半夜也不知道桃花跑哪去了。曹操闻言，瞬间明白了眼前这位你说的桃花指的是啥，连忙回头喊道：“许褚，还不快去帮先生将坐骑寻回来！”诺。听得许褚回答之后，曹操这才扭过头来，伸手就握住了你的手，边拉边道：“先生自谦了，咱们回府再说。”那你这时也明白了眼前之人的身份，毕竟许褚的名字他怎么可能不知道？正在发呆的他，就这样迷迷糊糊的被曹操拉着上了马车。当晚你就被曹操拉回了自己的司空府，只是天色太晚，几个人动了大半夜，实在不是叙谈的时机。来到曹操府上不久，便被安排住了下来，一夜无话。时间来到次日中午，你在柔软的卷被中清醒了过来，你感叹了一声：汉末这个时代本就够乱的了，现在他更是处在了许昌曹府这个政治漩涡的中心。他刘璋可不是个什么有野心的人，其愿望就是想要一份平静的生活，像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里描述的那种世外桃源一样的生活才是他所向往的。为此，他还特意取了个渊明的道号用以自己，什么逐鹿天下、辅佐民主之类的，此前可是完全没有想过的。当然，至少他到现在为止表现出来的形象就是这样的。可生活就是这样，所谓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快活了20来年的这一世，恐怕在昨晚就要到头了。先生醒来了吗？奴婢来服侍先生更衣。招时虽然过了，但是司空大人刻意吩咐了厨子给您留了饭。哎，麻烦了。你听到侍女酥酥麻麻的声音，一时间只觉得头大如斗。你转头将目光移向软语糯糯的侍女，直接惊呆了。那是怎样的一张脸哦？柳眉弯弯如新月初生，美眸如潭清幽入梦，琼鼻似珠落玉盘，一抹红润犹如花蕾欲开。纵然是前世中内开了美颜还要修图的美女，也难及其万一。那一瞬间，对于什么叫祸国殃民，什么叫倾国倾城，你第一次有了真实的感受。虽然眼前的姑娘带着抹沧桑之感，但却没给她的姿容减色半分，更让其多了一分雅然的风韵。你呆呆的紧了紧被子，红着脸说道：“这位姑娘，更衣啥的我自己来就好了，您能不能先出去？我随后就来。”侍女看着眼前脸色通红的男子，忍不住扑哧一笑，轻轻颔首离开。真要命！曹操这是干啥？有这样考验干部的吗？啊，不对，我还不是干部呢！起床，起床！嘴上嘟囔着，你也不好赖在床上。起身对着铜镜穿衣洗漱，心中却猜测了起来，那侍女实在是太过漂亮了，而且年纪应该也在30以上，8成就是那位貂蝉了。曹老板还真是舍得。算了，事已至此，走一步看一步吧。未几，你出了卧房，在侍女的带领下用过了饭食，这才被引着去见了曹操。不过却在未见过那位貂蝉。见到曹操的时候，这位汉末最具争议性的人物此刻正在批阅着奏章。想想也是，这个时代的人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一般都是早早的睡下了，清晨却起得很早。上朝的时间大概在卯时5到7点，而现在的时间都到了午时了。曹操下了早朝，用过朝食，也就是早饭，正是日常处理政务的时间。见过司空大人，你就拱了拱手，别说跪拜了，连个躬都没鞠。曹操闻言，将目光从竹简上一看，看向你。这时的你也就是勉强穿好了衣裳，昨夜走得匆忙，你那束发用的道冠都丢了，此刻在堂上跟个疯子一般无二。这形象让曹操莫名的想起了当年的祢衡。先生休息的可还好？不知是不是婢女不合先生喜好，竟让先生以这样的形象见人。曹操憋了半晌，终于还是开口问道：“啊，这个嘛，跟侍女无关，在下就是个邋遢道人，平日里也没让人伺候过这些，倒是大人的安排让在下有些受宠若惊了。至于形象嘛，平日里比现在也好不了多少，见谅了哈。”你说着四处打量了一番，随后自顾自地找了个地方就这么坐了下去。曹操见状，嘴角抽搐了一下，随后笑道：“先生果然异于常人，难怪奉孝说先生为人性情古怪，在曹看来，先生却是有些洒脱不羁的风度，是吗？多谢大人夸奖，承蒙大人厚恩，留在下一晚。若是无事，容在下厚报，就此跟大人别过了。只是不知在下的桃花可曾找到？”你不咸不淡地拱了拱手，很是随意地开口问道：“毕竟桃花可是跟了他不少年头了，他刘璋现在全身上下最值钱的恐怕就是那头叫做桃花的驴子，别的都还好，若是没了这么个脚力，他怕是得累死在路上。桃花，先生说的是您那头矮马吧？先生放心，许褚已经替先生寻回，此刻正在马厩中。矮马不是驴，原来如此。我说桃花的耳朵咋那么短？原来如此。”曹操看着你恍然大悟的表情，不由得皱起了眉头，暗自腹诽了起来。这真是奉孝和文若口中的大才，怎么连马和驴都分不清？曹操看着一副恍然大悟表情的你，腹诽着：“谢过司空大人，今日留宿之恩，在下铭记于心。既然大人政务繁忙，在下就不多叨扰了。若日后有缘容，在下来日相报。就此告辞了。”你说着起身拱手，转身就要离去。曹操却是看着你的背影，心头一惊，连忙起身道：“先生留步，不过区区一宿，实在难解你我之缘，不如先生先看看奉孝留给曹某的遗书，再做定夺如何？”急着跑路的你身躯一顿，背对着曹操的脸色顿时垮了下来，无奈的暗自叹了口气，转身道：“那就看看吧，奉孝编排了我点啥？”说着，你取过曹操递过来的竹简，静静看了下去。良久之后，你将竹简重新放回曹操案上，这才开口道：“其实吧，大人你也看到了，我哪里是什么大才，就一个不学无术的穷道士，甚至连马跟驴都分不清的，怎么可能牵扯到政略、军略这些东西上呢？”你说着，组
织了一下语言，面带真诚地看着曹操说道：“其实司空大人你不知道，这个国家早年潦倒的时候欠了我不少钱，他这是怕我找他儿子还钱呢。这聪明人就是小心眼，这是借着大人的手搞我呢。大人可要明察。”曹操闻言，身子向后一靠，找了个舒服的姿势之后，这才开口道：“原来是这样啊，那就更不能放你离开了。奉孝虽然去了，可那也是曹操我的军师祭酒，欠钱不还还要陷害债主，这事要是传了出去，这不是丢了我曹某人的脸面吗？不行不行！”你表面沉默，心思却在急转着。片刻之后开口道：“哈哈，没有的事儿，贫道不过是开了个玩笑。祭酒大人怎么会欠我一个穷道士的钱呢？其实是这样的，奉孝知道大人好酒，恰好在下有个酿酒的方子，其实他是想让在下把这方子献给大人。”说着，你从后腰上取下一个葫芦，献宝似的将其放到了曹操的案上，伸手道：“虽说是窖藏时间不够，差了点火候，可这桃花酒的味道可比市面上的浊酒强多了。大人且尝尝，如果喜欢，在下将酿造的方法尽数留下。”曹操闻言，眼珠一转，先是取过葫芦，打开瓶口，轻轻嗅了嗅，随后咽下口水，不舍得放在一旁，随后开口道：“这个不忙。说起来，今日服侍先生的婢女如何？那可是名满天下的美人。如果先生不满意，操这里还有各种年龄段的貂蝉，你听着。”脸都黑了，不过低着头没让曹操看到，心思连转之下，你调整好心态，这才抬起头看向曹操，露出一个谄媚的笑容：“要不得，在下乃是修道之人，对于这些红粉之色实在是不善相处。大人的好意，在下心领了。至于女眷，贫道实在是养之不起，还请大人高抬贵手，放贫道离去才好。”哈哈哈！先生莫急，说起来，先生也是奉孝故友，而操也是奉孝为知己，你我二人因奉孝而结下缘分，怎能如此简单就分别呢？且等晚些，你我饮宴叙谈一番之后再言其他。说着，曹操挥手喊道：“来人呐，送先生回去休息，晚上我要与先生饮酒叙旧。”你憋着一肚子牢骚被带走了，直到看不到背影之后，曹操这才拿起岸上的葫芦，美美的灌了一口。好酒，哈哈，这人有意思，还装得挺像那么回事儿。要不是坟地里听到你自言自语，还真就信了。还什么驴马不分，怕是故意的吧？不过这酒是真不错，奉孝咋从来都没跟我提过？这可比杜康强多了。曹操那边美滋滋的喝着小酒，暂且不提，却来说说这边的你。他可是憋了一肚子火，原因就是这个已经死了的郭奉孝。两个人算是忘年之交，你自觉待其不薄，没想到这货死了还阴了自己一手。现在的他正可谓是骑虎难下了，跑是跑不成了。这是啥地方？司空府啊！就算是找个狗洞啥的跑出去，外面整个许昌城也都是曹操的地盘，自己怕不是想屁吃，装疯卖傻也不行。自己刚才说漏了嘴，这曹操显然看出了点什么，一旦装过了头，惹毛了曹操，怕是真要身首异处了。毕竟自己不是祢衡，真正认识自己的也就那几个人，没有任何名望可以用来保命。思来想去，你竟然发现自己这一次似乎是在劫难逃了，连外衣都没脱，就这么穿着鞋子钻进了被窝里，大白天的开始养精蓄锐了起来。是夜，曹操相邀，某人就这么蓬头垢面的起身去了。好在场内只有荀彧作陪，否则曹司空宴请一个疯子的传闻，恐怕第二天就要成了许昌城里的谈资了。只不过看着大大咧咧半坐在案前的你，还是让荀彧发了飙。刘念祖，就算不顾及自己，你好歹也注意一下刘氏先祖，你爹给你取的婊子白取了。看着呼哧带喘的荀彧，你咧嘴一笑，劳您关心，贫道可是个出家之人，丢脸也是丢得到门的脸，还有请叫我冤名字。荀彧闻言看着眼前的你有些无奈，这家伙简直就是个无赖，根本就是个软硬不吃的货。才学方面或许真是冠绝天下，可其他方面嘛，至于你，他可不管荀彧怎么想，毕竟这位荀大人可是出了名的注重仪容仪表，再加上一副对大汉的语重心长，自己这个汉室后裔可不是让他喜欢不起来吗？虽然两人只见过2次，现在是3次，不对，应该是第4次，毕竟昨天晚上在坟地还有1次，几次并不重要，你知道荀彧的态度就行了，没什么坏心思，但就是看自己的做派不顺眼，总想试图矫正一下罢了。曹操这时轻轻敲了敲桌子，将荀彧的视线吸引了过来。至于你此刻正在忙着干饭，根本没去注意两人，你算是想明白了，所谓既来之则安之，管他那么多干啥，先吃饱了再说其他，就算是死也得做个饱死鬼。曹操则是在与荀彧进行眼神上的沟通，某种方面来说，荀彧真可以称得上是曹操的知己，至少比郭嘉更了解曹操的心思。就看两人眼神勾搭了一会，荀彧就冲着你开口了，这不了解内情的恐怕会想歪，毕竟汉朝的时候，不少人好南风并不是什么秘密。念祖啊，你就别演了，实话跟你说吧，昨天晚上在奉孝的坟前，你说了啥？我和司空大人可是都听得清清楚楚，你是什么人外人不知，难道我还不知吗？正对着一条不知道是什么腿啃得正欢的你，连头都没抬，含混不清的开了口。然后呢，你不紧不慢的多啃了2口，这才放下手上的大腿，左右看了看，最后就着衣襟擦了擦手，又擦了擦嘴，这才看着荀彧开口道：“荀大人与我相交不深，或许不知我志向。我啊，是个只想隐居山野的村妇，清茶淡酒，2、3凉棚，此生足矣。庙堂之高太旷，江湖之远太空。我这个人懒得说那些大道理，你也不要对我讲，真讲起来你也说不过我。我只想告诉你，我这2条腿没装膝盖，跪不下去，也别跟我讲什么荣华富贵。我这个人只要吃饱就行，要用钱财了，我自己会赚。”说着，你冲着曹操一抱拳，道：“承蒙大人厚爱，可惜贫道志不在此，还请放我离去。至于效力其他诸侯，贫道可以保证永不出事。况且贫道声名不显，也没什么人会来请贫道。”曹操闻言，并没有露出恼怒的表情，反而笑意盎然地开口道：“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先生满腹经纶，若是没有真才实学之辈，何以称得上是先生良朋挚友？而
许昌城内则不然，如荀彧这般者虽不多，却也能寻得一二。先生隐士不出，何来良朋知己呢？你却不以为然的摆了摆手。子曰：三人行必有吾师。在贫道看来，便是山野村民、持贤烈者都好过朝堂上的士人。这些人贵在活得真实，相交自在，可朝堂上的嘛，不过是些利禄小人罢了。何来良朋一说，荀彧看着两人言语交锋，不由得摇了摇头。又见曹操还欲开口，连忙打断道：主公莫要再劝了，念祖那张嘴怕是能把死人气活过来。主公可能不了解他，在下可是见识过的，跟这个皮赖货不能讲道理。别看他满腹经纶，实际上满嘴的鬼话连篇，骨子里就是个无赖，是个痞子。说着，荀彧撸着袖子站起身来，嘴上念叨着：主公瞧好了，看我怎么收拾他。曹操有些呆滞地看着荀彧，实在想不通，平时温文尔雅的荀文若怎么突然就变了风格。你干嘛？君子动口不动手啊！我警告你，捏个糟老头子不要过来啊！曹操目瞪口呆地将视线转移到声音的源头。好家伙，刚才还一脸正气侃侃而谈的刘某人脸都白了。这一瞬间，关于这位奇才，曹操似乎明白了什么。不过读者老爷们期待的全武行并未上演，倒不是荀彧泉下留人，实在是你腿脚比较利索。而荀彧这时候都40多岁了，想要追赶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还是有些力不从心的。追闹了一阵之后，荀彧单手扶腰喘着粗气，一只手指着刘某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你个小兔崽子，给我等着，明天我让许褚揍你一顿。你闻言双手一摊，无奈道：怕了你了，我就知道没好事，早知道来看郭大浪子的时候事先该补上一卦的。不如这样吧，我给你老荀一个面子，替你家主公出上一策，从此之后我们两不相干，如何？荀彧闻言目光转向曹操，对视一眼后，两人嘴角翘起，异口同声地说道：你先说说看。你抬头想了想，随后在两人殷切的目光之中开口道：北方袁绍已平，乌桓也遭重创，现在的情况看来，司空大人可谓是兵锋正盛，可谓是天下诸侯面对司空大人都在瑟瑟发抖。那么依兵家所言，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想必司空大人下一步的军事目标就是荆州了。毕竟北方现在仅剩西凉、羌人、匈奴三方势力为祸，而与乌桓的一战刚好对他们形成了震慑，讨之无益。只要司空可以平定南方，如马腾、韩遂之流必然会顺势归降。贫道不才，便来说说这南下之战。想必司空是准备倾巢而出，克荆州而望江东，一战而定鼎乾坤，届时则大汉复矣。司空想法虽好，但恕贫道直言，此事非但无法全功，反而还会成为司空大人由盛而衰的起点。曹操闻言皱眉道：此意何解？你踱步回到案前坐下，自顾自地倒了盏浊酒，喝完才缓缓开口道：此事不难理解，司空大人只考虑到军心士气，而忽略了实际上的问题。司空大人起兵于中平6年，重创袁绍于官渡则是建安5年，而如今则是建安12年。即便是不算早年起兵，就从官渡算起，司空大人的精锐士卒也在战争中度过了7年时光。而人是会老的，跟随大人最精锐的一批士卒算起来都在40岁上下了吧。而大人喜用精兵，愚者多是顺风策应。敢问大人40岁的精锐打得了硬仗吗？或许他们经验更足，但体能和反应能力的下降却是不争的事实。兵毛且疲，又携连胜之交，试问大人，一支这样的部队可能再克强敌否？这是其一。你斜了眼面色沉重的曹操，继续道：荆襄与大人疆域接壤，上据大人威势，可那江东历30传承，有历30传承，尤其是孙策掌权之时，内斗江东士族，外攻山岳暴徒，可谓之精兵并不为过。毕竟世家的强盛，司空大人应该比贫道清楚。孙策之后又有孙权掌位，为掌权大力提拔年轻将领，新兵与老兵互相促进之下，江东绝非一般诸侯的杂军。再加之江东水脉勾连，司空大人的骑兵没有作战空间，见获北方士卒可能出现的水土不服，如何能胜？这是其二。你说到这里，拿过斗来舀酒痛饮了一口，这才再次说道：然后是司空大人的亲族，眼见着天下即将一统，曹家和夏侯家必然难以坐稳，必然会在此战追求战功。想必大人也愿意送个顺水人情，也便于将来借两家之手压制其他世家。呵呵，可大人的亲族大将是些什么货色？难道大人自己不知？夏侯惇、常败将军、屯田将军、曹仁心高气傲，却是学大人学了个四不像。曹洪一个只懂得敛财的莽夫罢了。夏侯渊或可算个良将，但大人的亲族大将们都有个共同的毛病，刚愎自用且缺乏机变之能。大人难道没有发现吗？为将者，此为大忌。若是在大人麾下还好，真放出去独领一军，呵呵，无非就是个损兵折将的下场，没一个称得上是帅才。这是其三。最后则是司空大人自身。想当初的官渡之战，那袁绍何尝不是倾百万之兵南下？司空大人如今何尝不是另一个袁绍？轻敌乃是大忌中的大忌。这是其四。如何？不知司空大人与荀大人对贫道的说法有何指教？你说完，随手将酒斗一丢，扑通一声砸入酒瓮之中。不远处正是两张阴沉的脸，一黑一白，活像传说中地府所魂拿破的两名阴帅。你说完，闷头啃肉喝酒，嘴上还不时地念叨着：这肉啃多了腻得很，这米酒还成，就是度数低了点。不过堂上就这么大地方，另一边的画风就完全不一样了。就这么大地方，另一边的画风就完全不一样了。曹操黑着脸一言不发地灌酒，荀彧则是低头沉默不语。实际上，包括荀彧在内的一帮文士，哪有傻子？曹魏的问题就真看不出来，或许不那么全面，但并不是一无所知，只不过是没人说罢了。所谓各自都有小算盘，世家一方是不愿看到曹家亲族独大，曹操败上一次才能更加倚重世家的力量，这样一来，世家就能在未来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将领之中也是一样，最顶层的位置都被曹氏宗亲占着，他们不出问题，那一群降将怎么出人头地？还有就是荀彧为代表的保皇派，曹操真的做到了一统天下，那么刘氏的皇帝也就没用了，属于是睁一眼闭一眼。这些从曹操南下一个谋主都没带就能看出来，这群聪明人没一个愿意去趟那滩浑水。可这些东西现在却被你给直接指出来了。荀彧自然是心中有愧，沉默不语，而曹操则是一叶障目。现在听到旁观者的视角，才明白自己面临着多大的危机。实际上，对于曹操来说，还有一点，
那就是兵员的质量问题。诚如你所说，他作为主帅怎么能不清楚这些精锐的弊端？可他有什么办法？现在手上的主力作战部队基本都过了40了，看着是老点，至少还有一搏之力。再拖个几年，情况就更差。培养新兵那得多久？曹操自己都50多岁了，重新训练一批精兵，再让他们经历战争的洗礼，最少也得10多年。他是真的等不起了。曹魏这一批将领们也等不起了。至于后辈点满夏侯恩那样的，说实话都是群文不成武不那样的，说实话都是群文不成武不就的主，欺负老百姓还行，战场上找不到能够独当一面的人才和兵员素质。对于军队来说，最为重要的2方面都存在断档问题，这就是曹魏面临的残酷现实。先生何以教我？憋了半晌，随着曹操的一句话打破了这尴尬的安静。李文言擦了擦嘴，略一思量之后开口道：“我能说出来，自然就能解决。不过这玩意说出来，你就更不可能放我走了。那么咱们就来做个交换好了。先是给我准备个住所，不需要太大的地方，有个院子就行。然后就是给我些听使唤的人，我有些东西想弄，你得负责这些采购的开销。最后就是我挺喜欢你那把七星刀，送我玩玩。就这些，你答应了，我给你解决问题。”曹操眼睛瞪得如铜铃一般，诧异地问道：“就这么简单？没别的了？”你不置可否地晃了晃脑袋：“小事而已，就值这么多，再多了我拿得不心安。你答应了？”“当然，当然。”曹操说着，先解下腰间的七星刀，直接放到你岸上，随即一脸期待地看着他。你擦了擦手，将刀取过，一边细细看着，一边开口道：“首先是战，南征是必要的，但要有所取舍。荆州牧刘表虽无大才，但也算一时之选。不过过于倚重世家的他老了，压制不住荆州世家。刘表一旦出了问题，荆州必然自乱。司空大军医治，则荆州唾手可得。然而一旦荆州入手，则更长骄兵之气。此时若图江东，则必败无疑。如此对待江东，不如改攻为困。司空且看。如此对待江东，不如改攻为困。司空且看。”你说着指向曹操身后的地图。司空且看。你指着曹操身后的地图，开口道：“世人常说荆襄9郡，但实际上只有7郡。南阳郡已在司空手中，南下只要取得南郡，则荆南4郡便无人可与司空一争，而剩下的东吴以及江夏郡都在大江下游。届时只要以岸治水，截断大江上的商誉，辅以高压对峙，则江东不出5年，则必然大乱。别忘了，江东的内患并未彻底解决，无论是世家还是山岳之民，外部压力都只能暂时缓解江东的压力，时间长了是会反弹的。如此一来，江东就只有2条路可选：一则牺牲国力保持对峙的强度，如此内乱必生，而后日若一日，直至并无战心；二则奋3世之余勇主动出击，成则逐鹿天下，败则玉石俱焚，只是没了水脉的优势。江东在司空的骑兵面前不过是没了牙的老虎罢了。关于南下的战略思路就是这样，别闹过头就行，其他的随便你怎么玩，反正司空大人家底够厚实。”曹操苦笑着点了点头。啥叫我家底够厚实？再厚实也不能随便败家吧？你却是没注意曹操的表情，继续开口道：“然后再说说军力问题，战力断层是个不争的事实，但这个是可以用更有效的练兵手段来解决的。就说说司空手里的老兵们，他们自己就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老兵之中可择其优者，另建一营，给他们至少5长以上的待遇。这个老兵营平时不需要参与作战，但可以让他们负责新兵的训练。”你说到这里，冲着曹操挑了挑眉，随后就自顾自地喝起酒来。曹操则低头琢磨着，那双眼睛却是越来越亮。你这个练兵方案可不是表面看起来的那么简单，这种练兵模式可是以老带新的雏形，更是通过几千年的战争史慢慢总结出来的。包括21世纪都有着专门的士官长，那可是专门负责带兵的职业训练员。别想了黑，自己回去慢慢研究。之前给你说了劣势和解决办法，最后我再说说司空一旦战败的后果。大势南下若败，则大势逆转，包括马腾、韩遂这一类观望的诸侯，届时就会像环伺的群狼一般扑上来撕扯朝廷的血肉。第二，兵员一旦战败，最为精锐的老兵去了10至6、7，新兵都未经过战争的洗礼，军队中无论是士气还是整体的质量都会有一个断崖式的下跌。第三，粮饷100万大军，主力者10至3、4，府兵、战马无算，战争期间的粮食消耗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一旦战败，除了正常的损坏，还有被抢夺和烧毁者。在其后，缺少了大量劳动力的司空还要面临接下来的几年内都缺乏进行耕种的劳动力，粮食产量会进一步下降。没粮代表着什么？想必不需要我多说。况且还不止这些，还有战后的抚恤问题在等着司空大人。说着，你起身拍了拍屁股，边向外走边说道：“真可谓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可又有谁想过，那些未成功的将领们身下又有着多少枯骨呢？当真是兴也百姓苦，亡也百姓苦。”曹操和荀彧就这么呆呆地看着出门而去的你，心中可谓是五味杂陈。对了，司空答应我的事可要尽快落实，别在屋子里可是烦闷得很。曹操木然地看着探出个脑袋的你，那副无赖的表情完全没了先前指点江山的雄姿，一时间只觉得血液直冲脑门。把老子的感动还给我啊！混蛋，你走了，又回到了曹操给他安排的那个房间。可这你的话就像是根搅屎棍，把曹操和荀彧的内心都搞了个天翻地覆。主从2人喝着闷酒，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来，最终还是曹操率先打破了这份沉闷。文若啊，你觉得这刘璋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荀彧想了想，抱拳道：“请司空先恕在下无礼。”曹操想都没想，挥手道：“此处仅有你我2人。”文若只当是朋友间的闲话，但说无妨。荀彧闻言再次拱了拱手，这才开口道：“渊明啊，兄有沟壑，却难寻心中明主。欲开太平盛世，却苦于自身无力，其伤在天。若欲盛世得明主，可开万世之机。只是如今嘛，求道家隐遁之念，忍万念俱灰之痛。”曹操意味深长地咂了咂嘴，好像有那么点意思。那么荀彧觉得什么样的明主才配得上渊明的辅佐呢？荀彧犹豫了一下，随后才道：“奉孝生前曾与我讲过渊明曾经醉酒后的一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说完，荀彧想了想，又补充道：“
道，当时的渊明只有10岁，奉孝似乎还曾取笑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曹操念叨着这几句话，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这几句话可不是随便能说出口的。为天地立心，代表了要引领天地大事，走堂皇正道；为生民立命，代表了为百姓谋取公正和公平；为往圣继绝学，这个就更了不得。一个继字可大可小，毕竟将知识进行推广和普及，那也是继；为万世开太平，这就更了不得。还没有哪个朝代能万世呢，这得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基础才能让太平持续万世之久？可大汉现在的情况，要做到这些，世家、礼教等等都是一座座挡在路上的大山，又有哪个君主敢因汉制？不说旁人，对于世家，他曹操自己也只能进行遏制。真正将世家送上断头台的不是没有，不过那些人的坟头都快能找数了。虽然吃惊，但曹操毕竟是曹操，他自己本就是个不走寻常之路的人。现在刘璋人都在自己手里，还怕不能为自己所用吗？想着想着，曹操嘴角微微翘了起来，转头对荀彧说道：“文若啊，你说这刘璋今年才20出头，我们如果换个角度，送美女送学生怎么样？他那一肚子本事总要传下去吧？他自己的孩子还有我们的后代都送去给他，怎么着也能学到一技之长吧？”荀彧听到曹操的话，先是一喜，随后脸色就垮了下来，斜了眼曹操说道：“主公认真的，就刘璋那副做派，怕不是到时候好的不学，把他那身痞劲都学了10成10。”曹操的笑意戛然而止，自己几个儿子披头散发、衣冠不整的画面嗖的一下闯进了脑海之中，脸上再带点坏笑，那画面则酸爽。先试试礼仪这方面，我们可以多注意一点。曹操和荀彧聊了啥？你根本不知道，如果知道了，恐怕你能笑出翔来。不过就是喝大了吹牛逼打嘴炮罢了，也就是义务教育学的东西，喝多了顺嘴胡咧咧，他就一屁名，哪来那么崇高的理想？当时也就是跟郭嘉聊嗨了，好像提到了天下英雄啥的，毕竟那时正是后郭嘉学有所成，寻找自己心中明主的时期。总而言之，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你回到房里倒头就睡，毕竟也是喝了不少，自然睡得快，一夜无话。次日清晨醒来之后的画面，却让你一脸的尴尬，一双泛着水波的大眼睛含情脉脉，神色复杂的盯着自己。七星刀，那个姑娘啊，虽然是吧，咱得矜持一点呢。看着满脸通红语无伦次的你，貂蝉的心情就像是坐上了过山车，瞬间就跌到了谷底。赶紧给老娘起床，吃完了饭换个院子。貂蝉翻了个白眼，自己今年都过40了，眼前这个不修边幅的货，怕不是在想屁吃？看模样也就是个20来岁的小奶狗，真是心情都给破坏完了。你尴尬的摸了摸鼻子，看着貂蝉忙活着打扫屋子里的卫生，默默的整理起了自己的仪容。不多时候，你喝着粟米粥，大概捋了捋情况。貂蝉当时应该看的不是自己，而是那把七星刀，毕竟这东西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貂蝉的过去。曹操刺董失败，吕布奉命搜查王允家，偶然间看到了貂蝉，而后来的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如今旧物再现，怎么能让貂蝉不会眼神复杂？其实这情况也在你自己，这货2辈子加一起过了60几年了，感情方面也没多少经验，再加上貂蝉长得漂亮，虽说是40岁的人了，可在你眼里貂蝉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又赶上早晨刚刚醒来，思维还有些混乱，这么一双大眼睛都快对到脸上了，人可不是直接就懵了吗？啪啦啪啦，哎，你手上摆弄着七星刀，叹了口气。曹操给安排的院子实际上原本就在旁边，不过曹操是什么人，改个院墙的事，当天晚上就给解决了。至于貂蝉，既然跟你相处的不错，干脆就给安排了过去。为此卞夫人还跟曹操埋怨了好久，毕竟姐俩相处的有些时日了。貂蝉长得漂亮，性子也随和，这让常年困在府中的卞夫人有了个难得的伴。可自从你来了，貂蝉陪伴卞夫人的时间明显就少了不少，现在甚至还要换个院子，卞夫人怎么可能没有意见？不过这一切你都不知道，貂蝉也没说，这姑娘前半生太苦，温和的外表下心思复杂的厉害，毕竟这种人生阅历可不是什么人都有的。就在这种情况下，你和貂蝉的另类同居生活开始了。只不过这生活模式展开之后，无论是貂蝉还是你都感觉很诡异。搬进小院的当天，你就吩咐曹操安排的下人出去采购了。采购的东西在貂蝉看起来还很奇怪，模样怪异的小刀，还有好几种型号，农家引火喂养牲畜用的干草。许都的天气是一天冷过一天，可你却是玩嗨了，至少在貂蝉眼里是玩嗨了。玩的是啥？这个问题问得好，你自从拿到了那些奇怪的小刀之后，就开始玩起了泥巴，顺带着还把房顶都给捅了个窟窿。你是个什么东西变的？多大的人了还玩泥巴？貂蝉看着蹲在地上和泥的你，哭笑不得的数落道，颇有一种初为人母的感觉。毕竟貂蝉早年跟着董卓，后来跟着吕布，的确也给吕布生了个女儿。可惜的是，还没享受几天天伦之乐，曹操打过来了。现在可好，碰上个玩泥巴的孩子。好在那堆脏衣服不用貂蝉去洗，不然这么冷的天手都不用要了。莫名的看着你，貂蝉想起了自己那个不知道流落在哪里的女儿啊，真特么累。行了，这玩意得放些日子，等上了冬就不用挨冻了。对了，红昌姐，等这边能用了你就先住着，我把你那屋也弄下。貂蝉眨巴眨巴眼睛，指了指自己，又看看你这乱糟糟的屋子，猛地摇了摇头。你可行了吧？你自己这2天都挤我屋去了，再把那边霍霍了，还住不住了？还有外面，你再弄下去，好好的花园就得改成鱼塘了。你听着，下意识的摸了摸下巴，随后扬起那张满是泥巴的脸，认真的说道：“你瞧着吧，等干透了，冬天让你连屋都不想出。”貂蝉翻了个白眼，你还是赶紧洗洗去吧，都跟个小乞丐一样，早点搞完你这边的事儿，我就回去夫人那边了。等太阳下了山天就更冷了。说着，貂蝉又收拾起屋子来，你无所谓的耸了耸肩，抓着衣摆在脸上胡乱抹了2下，边走边说道：“行了行了，红昌姐，你就别忙活了，都是你，等干透了再找几个下人收拾收拾就行了。”貂蝉摆弄了2下，也掐着腰放弃了。你说的没
没错，这屋里的地上全是湿泥，扫帚上去划了2下，跟画魂似的，根本没法收拾。没办法，只能按你说的来，先放着吧。貂蝉扭着腰出了屋，顺手带上了房门。你说过了，弄的那些东西不能见硬风，不然会开裂。这点貂蝉还是记得的。简单处理了下卫生，貂蝉慢悠悠的来到吃饭的地方，其实也就是这座小宅子的客厅。不过你平时也没什么客人，将这地方当成了餐厅。摸了摸餐盒，貂蝉点了点头，温度还好，应该不用重新拿去热。泥丸泥巴这些天错过饭点算是日常了，连带着貂蝉都只能一起等着。不过对于貂蝉来说也算是个比较新鲜的体验，毕竟在这个年代，一般来说女子是不会同席的，更何况她的身份还是侍女。可你却强烈要求吃饭必须一起，同一屋檐之下也算是一家人了，吃饭怎么还分开？貂蝉反抗无果之后，也就由着你的性子来了，这也算是个新奇的体验了。这个小男人成天看着疯疯癫癫的，倒也显得热闹。噗嗤，你哼哼什么呢？吃个饭也没个正形。貂蝉听着某人的怪调，不由得笑骂道：“哎，这你就算了，等开春的，我给姐姐露一手，让姐姐知道什么叫音律。”对着饭碗欲言又止的你果断认怂。毕竟貂蝉自己本就是多才多艺，自己那2把刷子也就是个娱乐。现在那些曲子弄出来，没准还要让人嘲笑。毕竟那什么广陵散之类的古曲他也不会，总不能费劲巴拉的做把音准不咋地的吉他弹个挪威森林吧？饭来了，先干为敬。红昌姐，别忙了，让下人收拾就行了，赶紧回吧，明天我弄点好玩的打发时间。貂蝉想了想，也是，放下手上的东西，随手摆弄了下你的头发，随口说道：“那你也早点休息，别总让我大清早的叫你起床。多大的人了，也不骚得慌，有空也打理打理自己的仪表，别整天跟个小疯子似的。行了，我今天就先回了。”你挥了挥手，算是跟貂蝉告别，随后也摸了摸自己乱糟糟的头发。说实话，他是真想用刀给修整一下，不过汉朝这个年代，他还真不太敢就这么把头给剃了。出了客厅，随手吩咐下人收拾一下，你就这么晃晃悠悠的去了貂蝉的房里。毕竟他那屋还在施工中，只能暂时将就一下。至于貂蝉则回去卞夫人那里去住，只是时间还太早，你明显是睡不着的。顺手弄了几块木头，就着昏黄的油灯，掏出七星刀忙活了起来。一夜无话，赶紧给我起来！你昨天晚上又折腾啥了？瞅瞅这屋子让你弄的！你一个机灵，挺着枪就从床上爬了起来，随后一脸兴奋地拉着貂蝉的手，激动道：“红昌姐，快来看看我昨天做的！”翠，你这死孩子，按年龄算，你得管我叫姨，也不知道自己注意点。貂蝉红着脸轻啐了一口，转身就走，赶紧下地把自己整理下，有什么事儿吃过了饭再说。你怔怔地看着貂蝉离去，随后低头看了看，有些尴尬地摸了摸鼻子，喃喃自语道：“哎呦，尴尬了，忘了早上起来的正常生理反应了。”不过红昌姐还真是可爱，完全看不出是过了40的人了。简单收拾了一下，特别是七星刀这东西，还是尽量不想让貂蝉看到，毕竟这东西难免会引起貂蝉的回忆。作为汉庭彻底崩溃的见证者之一，无论是王允、董卓或是吕布，对于貂蝉来说都算不上是什么美好的回忆。想当年，貂蝉入梅屋，董卓可是借用了天子的名义，至少在名义上讲貂蝉算是汉庭的皇后。后来吕布成功刺董，作为汉庭的英雄之一，貂蝉即便不入宫，也至少能获得一个侯爵之类的爵位，这可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汉朝时没有什么诰命夫人之类的称号，但女性的确有封爵的先例。虽说几位封侯的女子都是刘邦建立汉朝之初，但有了组织可循，自然就不算是余规。可惜的是，汉庭衰落，貂蝉并没有得到她应得的地位，反而成了不少男性口中的祸水。而这恐怕也是曹操低调收留貂蝉的原因，他对国家是有功的，不该承受着污蔑，还要沦为玩物。这种情况与曹操自己的处境又是何其相似。对于貂蝉，你是带了3分怜惜、3分敬佩、3分感慨以及1分喜欢。都说菩萨是千刀万剑雕出来的，像红昌这样的奇女子又何尝不是呢？呢喃中，你简单收拾好穿搭。想了想，又弄了条红绳将头发束在了脑后，随后才走出卧房，去了客厅。新的一天就这样带着些许复杂的心情开始了。既然你叫我生姐姐，那姐姐也说你2句，平时多注意些，你还年轻，将来还要娶妻生子的，有些事传出去让人笑话。你身形一顿，叹了口气，轻轻放下筷子，注视着貂蝉的双眼，难得的带着认真的表情说道：“娶妻生子，姐姐觉得我还有这样的机会。我与姐姐情况相似，但又有所不同。同样是在曹府，姐姐是厌恶了外面的世界，而我是不能去外面的世界。”沉默了片刻，至少是不能在没有人陪同的情况下活着去外面的世界。说着，你从身后取出一个葫芦，狠狠灌了口酒。貂蝉见状，默默取出一片卷绸，帮你擦了擦嘴角。2人相邻而坐，沉寂的空气中好似画卷中的景象。如果姐姐能让你离开呢？目光轻转，你看向貂蝉，良久。可惜姐姐的面子并不足以让曹操放我离去，况且他笑了笑，带着7分苦涩与3分自嘲。若是借灵虽出去了，只怕不止姐姐自己，连带着温侯最后的血脉，还有那线阵营也就都要毁了。声音传来，仿佛刺入了神魂之中。貂蝉猛然瞪大了双眼，你很难猜吗？前后联系一下就明白了。吕陵岂不见踪影，关羽、曹操都不舍得杀，怎么可能杀高顺？还有那神秘失踪的县阵营。你说到这里，突然笑出了声，可笑凤笑找的借口跟糊弄傻子差不多，哈哈，这倒不是你胡说。前些年跟郭嘉喝酒的时候，他就提起高顺的事，郭嘉借着酒说是自己劝曹操杀的。顺不知大将，军制严谨，胸怀韬略，举一事不可得，非等闲之职可封赐，攻收此人，置诸将何地？不若全其名义。这就是当时郭嘉对高顺的评价。开玩笑，这
这种人才他曹操能放？哈哈，开个玩笑。姐姐某要惊慌，选择这样也挺好。我一个穷道士，现在可算是吃喝不愁，又有姐姐这样的美人相伴，这不比在外面浪迹天涯好多了？来，姐姐陪我喝上一杯。说着，你从桌子上摸过一个酒盏，葫芦口轻点倒了些桃花酿给貂蝉。姐姐来尝尝了些桃花酿给貂蝉，姐姐来尝尝，这可是最后一点了。再想喝这桃花酿，可就要等到来年入秋了。貂蝉这时已然缓过了心神，也不在意那葫芦对过你的嘴，就这么端起酒盏，轻轻抿了一口，入口柔而不腥，桃花香雅入味，好酒。不过似乎与寻常的酒水完全不同。先不说酒如何，不知弟弟如何看那位灵启小姐？看着貂蝉眼底的一抹担忧，你轻笑着摇了摇头。姐姐是一叶障目，姐姐只要再试一日，灵启小姐就是安全的。毕竟高将军和他的县阵营逼着他们鱼死网破，可不是什么明智之举。再加上文远将军，你看着貂蝉将酒饮尽，连忙斟满，嘴上说着：“来，姐姐多尝尝，来年开春再多酿些金桃酒，那个味道姐姐应该更喜欢。”不过弟弟还是喜欢看姐姐喝桃花酿，这个应景。貂蝉也是酒中常客，虽然桃花酿明显更易醉人，可也并不在意，细细品尝着桃花酿，同时白了你一眼，道：“弟弟莫不是起了什么坏心思，也不想想姐姐多大的年纪了？”哈哈，姐姐多虑了，弟弟也就是欣赏欣赏罢了。正所谓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姐姐饮了桃花酿，腮挂猩红，可比那桃花好看多了呢。贫嘴，貂蝉带着两片红霞笑骂出声，或是心结打开，又或是酒香醉人。寒冷的深秋中，笑语中带着些许暖意。时间过得飞快，主要还是你和貂蝉找到了消磨时间的东西。一连几天，两人都沉迷在你制作的象棋中，或者说貂蝉很沉迷，毕竟是东汉末年，并没有什么娱乐活动。而象棋虽然起源很早，但更多的是作为文人间的一种军演游戏。同理，围棋也是如此，只不过汉时的象棋要更复杂些，而你制作出来的象棋是后世的简化玩法，可以说是老少皆宜了。只不过这东西玩多了是会腻的，尤其是当你一直输的时候，有时候你都不得不感叹，当真是教会了徒弟饿死师傅。头2天他还能欺负一下初学的貂蝉，可到了第3天开始，他基本就一直输了。开始的时候为了玩闹，还鼓动貂蝉输了要在脸上贴素草叶，结果现在可苦了自己，做的腰酸背痛不说，脸上还成天贴的跟至尊宝似的。为了扳回一城，在貂蝉晚上回去休息之后，黑白棋、跳棋、斗兽棋都被他搞了出来，后来还弄了暗棋和五子棋的玩法。可你实在是小瞧了貂蝉的智力，这些更简单的棋类玩法，貂蝉学的比象棋还快。不过也多亏有了这些小玩意，让两人的相处融洽了不少。时间就这么飞快的溜走了，而你的房间改造也通过了他自己的工程验收，用木材、竹片、素草和黄泥混合建造的壁炉板简易火炕点火运行成功。感受着房间里的温度，你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看着壁炉中的火焰，颇有一种卫星成功发射的成就感。红昌姐，你收拾收拾，过几天就回家住吧，这屋暖和，这几天我再把另外2间屋子也搞出来，这样冬天就不会挨冻了。貂蝉看了看你，又低头思考了片刻，开口道：“不用了，今天晚上我就搬回来。”你挠了挠头，有些尴尬的开口道：“红昌姐，我还想着把另外2间房一起弄出来，你今天就回来住，晚上咋整啊？”貂蝉低着头拍了拍土炕，轻轻开口：“你做的床榻看着也够大，别说是2个人，再多2个也能睡得下，我这就去跟夫人说一下。”说完，貂蝉低着头快步离开了，只留下一个独自在风中凌乱的刘某人。貂蝉就这么走了，你浑浑噩噩的晃悠着出了房间，外面的冷风一刺激，打了个哆嗦之后，你才算是清醒了过来。那貂蝉是什么样的女子？她你可不觉得自己能够通过个把月就能俘获美人的芳心？很显然，这是貂蝉对于自己的一种试探。至于貂蝉想要试探些什么，你略一思量就有了些许猜测，虽然不是十分确定，但也算是8、9不离10的状态。不过眼下的重点并不在此，招来几个下人，洗个下人，先是让他们感受了下房间里的温度之后，你才道：“如何？贫道这土榻可还舒服？不知道诸位有没有兴趣给自己的家人也装上一套？”一群下人眼珠子都红了，连忙跪下拜谢，你却是毫不在意的摆了摆手：“无需如此，不过这东西也不是白送给你们的。这样吧，我来指导你们制作的方法，你们几个帮我把另外2间卧房也改造好，如此一来你们学会了怎么制造，我也省下了力气，如何？”几名下人对视一眼，一脸兴奋地跪了下去：“多谢大人！不知道曹司空大人看到满城平民都盘了火炕，只有自己在挨冻是个什么表情呢？”你摩擦着下巴，暗戳戳地露出一抹邪笑。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和人力的支援，另外2个房间的改造明显就快了许多。不仅如此，几个下人在你的允许下还找来1名工匠，连改造时屋顶的粗糙处理都给一并解决了。除此之外，几人在得到你的允许之后，还打算将壁炉式土榻的建造方法传出去。如果到了现代，就这个壁炉和土炕就能造就出几家建筑公司来。也就是在这个商人地位低下的古代，百姓们大部分还是比较淳朴的，对商机显得不是那么敏感。这也是你没有直接将土炕的做法直接告诉曹操的原因之一。不然以曹操那雁过拔毛的尿性，难保不会以智谋利。不过这东西传下去也不是没有弊端。许昌周边的树木、竹林和泥巴在接下来2个月里被大量消耗，尤其是护城河，这里的不但近，而且土质又好。原本几丈宽的护城河整整被扩大了数倍有余。这是开始还让曹操兴奋了半天，成名自发的扩建防御工事啊。他曹操的声望何时到过这种程度？直到吊桥的桥板不够长了，等到曹操察觉到问题来找你的时候，已然是1个多月之后的事。至于在一个屋子里住了半个月的你和貂蝉，除了最初的几晚有过些许旖旎与尴尬之外，很快2人就释然了。作为一个现代人，同房不同居这种事本身也不算是什么太罕见的事儿，而貂蝉这种奇女子，什么样的人没见过？至于名声，经过董卓、吕布和曹操，早就没什么名声可以去在乎了，更何况对象还是这么个论年纪能当他儿子的小奶狗。是夜，曹操带着晚宴独自来访，临近年关，琐事繁忙，酒书问候，还请先生见谅了。不知先生在此可住的舒适？曹操看着你，眼前一亮。之前见面之时，你一团杂乱的长发，他曹操是连你的脸都没看清楚。可随着貂蝉的碎碎念，你也开始注意了些自己的仪表，将长发笼在
在脑后扎起来的你，看起来可是舒服多了。一张如冠玉的俊脸，五官端正而清秀，嘴角带着些许邪魅的笑意，看起来就像是传说中化作人形的妖仙一般。唇上与下颌周围显得有些青白，应该是经常刮胡子的原因。还好老子没有什么龙阳之好，不然还真容易动心。曹操捋着胡子默默想到，你可没管曹操的寒暄，习惯了卧室的温度，客房实在是太冷了些。搓了搓胳膊，你果断起身，司空大人，咱们还是换个地方用膳吧，这地儿太冷了。说着，你起身嚷嚷了起来：“洪昌姐，叫几个人来，把司空大人带来的餐食搬到屋里去。晚上不一定到什么时候，姐姐挑些喜欢的自己先吃吧。”候在廊上的貂蝉也是冻得有些难受，冲着你调皮的翻了个白眼，就下去安排了。正在发呆的曹操将两人的互动看在眼中，不由得露出一抹艳羡之色。这貂蝉可是从未在他面前露出过这种小女人的模样。一时间，曹操只觉得心中痒痒的。不一会，在你的卧房里，一切安排妥当，曹操也感受着室内的温暖，坐了下来。只是有话说，有屁放，没事的话吃完了赶紧滚蛋。曹操眼珠子都瞪圆了，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看着你。你一句话把曹操震了个七荤八素。这也难怪，自从被曹操请到府上，你就算是失去了自由，宛如一只笼中之鸟，原本就憋了一肚子火。然后这曹操还将自己一放就是这么久，再加上刚刚看到等在厅堂外的貂蝉被冻得小脸通红，你这火气瞬间就压不住了。当然，也有今天下棋输得太惨有关。虽然你完全不承认这一点，可曹操不知道这一切啊。他一个当领导，自然有着自己的惯用手段。像是你这种桀骜不驯的，他对付起来可是太有经验了。送个美女晾一阵子，一边磨磨性子，一边让他有所牵挂，后面也就拿捏的手段。曹操也不怕他是祢衡那样的人，就从上次荀彧的追闹中，曹操就有了些判断，这是个聪明人，不会做出什么太过激的行为。而经过手下反馈回来的信息中，他也得知你和貂蝉都在一个房间里住了挺久了。虽说貂蝉年过40，可那小模样可是与28少女无异。他曹操相信，哪怕是换个荀彧那样的君子住到一起，都难以把持得住。本想着就此拿捏你，可这计划还没开始就胎死腹中了。你喷完就没管曹操，自顾自地吃了起来。曹操木了半晌，这才讪讪地开口问道：“看来先生对曹某很是不满呢，不知如何才能让先生满意呢？”你斜了曹操一眼，咽下口中的食物，这才慢悠悠地开口道：“都不是傻子，拐弯抹角的没什么意思。上次我也说过了，那一侧算是给固有的面子，也算是跟司空大人的一种交换。按照司空的多疑性格来看，如果我表现不出价值，就算是出于谨慎，恐怕我也不能活着走出许都。”说着，你自嘲一笑，说来可笑，渊明算了10多年，却被挚友出卖了。你曹操这次来也不过是为了这土他吧？这东西是我搞出来的，愿意传给百姓就传了，你想给自家庄上找些工匠就是了。来我这里做甚？曹操眉头一拧，看着你冷声道：“无命曹操乃是大汉司空，更是如今天下间最为强大的诸侯，屠城之事都做过，敢如此与我说话，就不怕我砍了你？”你闻言，端起酒盏轻轻晃了晃，映在酒中的脸随着波纹轻轻地晃动着。良久，你开口吟道：“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说着，将酒一饮而尽，看都没看曹操一眼，轻笑着开口道：“虽然没有慷慨赴死的欲望，不过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你曹操要挥刀我也拦不住。好在父母已去，我刘某人在这世上也算是无牵无挂，死上一死又有何妨？”呵呵，哈哈哈。曹操眯了眯眼，透过昏暗的灯光，你的表情映在眼中有些模糊。那貂蝉也算是人间绝色，与其相伴良久的你，想必也明白那是怎样的一个女子，你就不觉得可惜？没准她此刻已经怀上了你的子嗣，你刘念祖便如此无情，哈哈哈哈！这可是我有生以来听过的最好笑之事了。曹司空、曹大人、曹孟德、曹阿瞒，不要用你那龌龊的思想来猜测我与洪昌姐的关系。你说着，随手接下藏在腰中的七星刀，啪啦一声丢在曹操面前，恨声道：“刘某虽是洪昌为亲人，却不是你想象中的那般。他自有亲人在世，何须我一个外人操心？要杀你大可动手，若是不杀，无事休要再来打扰刘某清静。”曹操默不作声的起身离开，转过身的那一刻，曹操脸色暗淡了几分，失策了。你却是看都没看离去的曹操一眼，自顾自的喝着酒。曹操与你的第2次见面就这样不愉快的结束了。当晚你喝了个酩酊大醉，曹操回去之后，则是在无眠中静坐了一夜。对于你那疯子一般令人捉摸不透的性子，曹操是左思右想都难以理解。第2天一早，曹操便招来了荀彧。荀彧听着曹操的叙述，频频点头，思考了良久，这才抱拳道：“主公的确是失策了。其实奉孝早就给主公留下了答案，只是被主公忽视了。”曹操闻言抬了抬眼皮，说来听听。荀彧点了点头，缓缓道来：“这是说起来，奉孝留给主公的信中曾言明，念祖之人不好权势，却极度重视情义。这一点从他千里奔袭只为了给奉孝祭祀就能看出一二。显然奉孝知道念祖的习惯，并言明在宣布他去世的第7天你必然会现身。虽然不知出处，想必是念祖家乡的习俗。”曹操轻轻的点了点头，随后问道：“可即便如此，这刘璋的脾气也发作的有些奇怪。曹某自认为并无失礼之处啊。”荀彧摇了摇头，笑着说道：“这里面依在下看来，主公犯了2点忌讳。一则主公将念祖强行留在了身边，念祖是放荡惯了的人，不然也不会去当了道人。这2则嘛，主公不经意间伤害了念祖在意之人。”曹操歪着头想了半晌，依然摸不到头绪，只得看向荀彧，文若莫要卖关子，快与我细说。荀彧拱了拱手道：“主公曾与在下说过，念祖近些天来与那貂蝉可是时同喜，寝同榻，而他昨夜对主公也说了他是貂蝉为亲人，若是不掺杂男女之情，那这亲情便是如母子或姐弟一般。念祖本就是个无法无天之人，礼数上失些分也不奇怪。而主公昨晚去了，那貂蝉作为念祖身边唯一的侍女，自然要在堂外候着。这么冷的天，念祖怎么能不心疼？”说着，荀彧
玉嘴角微微翘起，主公可莫要以为在下与念祖追闹时他怕挨揍，那不过是朋友之间的一种玩笑的方式罢了，也怪在下未曾言明，让主公误会了。曹操拍了拍额头，无奈道：“这还真是，文若可有补救之法？”荀彧捏着下巴上的胡须，笑道：“不知主公对念祖的才学和品貌是否满意？”曹操似乎想到了什么，皱着眉头看向荀彧道：“文若是说，呵呵，在下可什么都没说，都是主公的家事。念祖也年轻，主公不是有想过让子嗣去跟着念祖学些本事吗？在下这些天想了又想，却是个不错的想法。”曹操想了想，又摇了摇头，叹息道：“哎，这事确实难办了。如果昨夜没有搞得如此不快还好，现在却是难以找到契机了。”荀彧嘿嘿一笑，拱手道：“在下却有个办法。常闻夫人与貂蝉小姐亲如姐妹，既然主公不好出面，不如通过夫人缓和矛盾。主公家中的土榻尚未建好，不如让夫人带着几位小姐去貂蝉小姐的院中小住。”曹操闻言，眼中闪过一抹笑意，轻轻点了点头：“文若真乃吾之子房也。夫人屋中寒冷，不如寻一去处小住些时日，如何？”曹操搂着卞夫人的纤腰，轻声说着：“不知夫君何意？”卞夫人不动声色地看着曹操，心中想着：这老东西莫不是又看上了哪家的寡妇，想让我腾个地方？前阵子不是跟夫人说过吗？府上来了个天下奇才，不过性格有些古怪，那土榻就是他弄出来的。夫人的红昌妹妹也被调去了，这个人姓刘，名章字念祖，就在新通的别院里。他那里土榻可是许都里最早建好的。我想着让夫人把几个丫头带去小住，一方面让夫人跟姐妹多亲近一些，能解解平日烦闷；另外我也有些想要招念祖为婿的心思，夫人也好去看看他的品貌如何。卞夫人有些惊讶地看着曹操，这可真是难得，你不是准备将丫头送进宫里吗？这个叫刘念祖的得有多大的本事才能让你改了主意？不过你也放心，万一是个歹人，你就不怕？曹操哭笑不得地开口道：“夫人安心，这念祖才20许，虽说性子有些古怪，却不是什么好色之徒。那貂蝉便是年过40了，也依然堪称绝色。可念祖待之如姐如母，未有逾越之举。”卞夫人深深看了曹操一眼，点头道：“也好，那就劳烦夫君安排了。刚好我也想念红昌妹妹了，这就带着3个孩子过去。”没多会，卞夫人就看到了曹操口中的那位性情有些古怪的奇才。的确是古怪，一个满脸贴着素草叶的怪人，连面相都看不清的那种。好在这是在府内，这要是在外面碰上了，吓一跳是轻的，没准都得让人当成精怪给乱棍打死。貂蝉正忙着往你脸上贴草，等到发现卞夫人进来的时候已经晚了。不光是你形象不太好，貂蝉自己也不例外，毕竟这个时代讲究男女大防。貂蝉这坐在炕上和你互动的姿势和动作实在是有些失意了。夫人，貂蝉看到卞夫人，连忙起身行礼。哦哟，看来妹妹在这边过挺快活的，不介意来陪姐姐聊聊吧？毕竟挺久没见了呢。貂蝉被卞夫人戏谑的眼神看得脸都红了，连忙拉着卞夫人的手离开了你的房间。你尴尬的默默将脸上的东西处理干净，看了看房门，叹了口气，呢喃道：“荀彧啊荀彧，这又是你出的馊主意吧？真是够了。”另一边，貂蝉先是把曹操的3位小公主安置到了另一边的客房，接着又带卞夫人到了自己的房间。好在卞夫人自己带来不少下人，茶水和吃食之类的不用貂蝉操心，不然又是件麻烦事儿。毕竟平日里这屋里就只有她和刘璋2人，除了些重活都是自己动手的。都安顿完了，两姐妹才坐在榻上聊起了近况。妹妹莫不是春心动了，怎地看上了那么个？卞夫人半是打趣，半是认真的问道。这也不怪卞夫人，实在是2个人当时的动作太过暧昧了些。貂蝉可是用草叶子蘸着自己的香涎往拿你脸上贴，这让人见了怎么能不生意？哎呦，夫人莫要取笑了，那孩子才20出头，妹妹可是将他当成了孩子看的。只不过这小子根本不在意那些世俗礼教，时间长了，妹妹有些大意了。对，就是大意了。你俩真没什么事，要是有事就跟姐姐说。妹妹生的年轻，就是大些，想必那小子也不会介意。若是有心的话，姐姐给你做主。貂蝉摇了摇头，坦然道：“真没有，夫人莫要担心。别看玩闹的厉害，念祖骨子里规矩的很啊。”妹妹试过了。卞夫人有些惊讶的看着貂蝉，我的没试过了。卞夫人有些惊讶的看着貂蝉，我的傻妹妹哟，你胆子也太大了。你知道自己这张脸对男人是个多大的诱惑吗？怎么敢的哟？貂蝉轻轻点了点头，叹息道：“夫人也知道我的情况，林启那孩子命苦，一般人家的公子很难接受他的身份。可念祖这孩子不一样，若真是个能托付的，我想。”卞夫人脸色微微一变，转而苦笑出声：“哎，咱们女人呢，大的小的都苦着呢。哎，咱们女人呢，老的小的都难着呢。”貂蝉也默默地低下了头，可那眼中却是闪过一抹金光，显然是在思考着什么。对了，妹妹之前和那念祖在玩些什么？我看着还挺热闹的。貂蝉脸上浮过一抹红晕，随即冷了下来，心中暗道一声：老狐狸。不过，即便是看出了卞夫人的意思，貂蝉也没什么办法。这位夫人虽然看起来和善，可那心思的细腻程度也不是一般女人家能有的。一般家里的傻白甜哪能让曹操这样的枭雄如此珍视呢？现在这位卞夫人提起游戏一事，明显就是想让自家女儿去跟你亲走的近一些。这是貂蝉看的可是明白的很。曹操原本是想要将自己的3个女儿送去宫里的，可现在这情形就能看出点端倪。自己这个便宜弟弟在曹操的眼里价值比那个傀儡皇帝要高不少，不然也不会急着改变主意。只是对于貂蝉来说，现在是形势比人强，曹操是大，他貂蝉也不过是夹缝中求存，有心争上一争，却是力所难及。暗自叹了口气，平复了一下心情，貂蝉这才抬头看向卞夫人，开口道：“夫人说的那个呀，不过是念祖弄出来解闷的小玩意，算是棋类的一种，规则简单有趣，包括小孩子都能很快上手，算是冬日里闷在家里用来解压的小玩意儿。妹妹也是见过世面的，既然妹妹都觉得有趣，不如……”貂蝉眼中光芒一暗，低头说道：“夫人稍待，妹妹去取来与夫人细说。”貂蝉告罪一声，转身去了你的房间，而这时的你却将头发散开了。
把自己弄得跟鬼一样，手上还用着七星刀在削着木头，不知道在做些什么。这些小玩意我就先拿走了。来人事！貂蝉边说边整理着平日里用来解闷的棋类，语气中听不到什么异样。我知道曹操的夫人和女儿嘛，那些东西红昌姐尽管拿去，刚好闲下来，我做点别的。人多了得给他们找点别的事做，不然成天到晚的会很烦。你头也不抬，自顾自地说着，手上的工作不算快，但却很稳。貂蝉闻言，深深看了一眼将头发披散开来遮住相貌的你，或许领起那丫头还有机会。貂蝉抱着大大小小的盒子和棋盘，思维活动间，步伐都轻快了些。随着貂蝉的离去，房间里再一次陷入寂静，只留下木屑纷飞的细碎声响。卞夫人就这么在院子里暂住了下来。对于你来说，既没有什么激烈的冲突，也没有什么温馨的画面，他还是他，那个外表看起来像个疯子一样的青年。随后的几天里，貂蝉整日陪着卞夫人下棋闲聊，曹操的3个女儿更是对跳棋爱不释手。至于你，则是成天在房间里用小刀削着木头，唯一坐立不安的也就是曹操了。人都送过去好几天了，竟然毫无进展可言，这怎么能让曹操不急呢？文若啊，你看现在的情况是怎么回事？曹操一脸愁容地看着荀彧，只觉得嘴里一阵发苦。主公能否让小姐们主动一点？念祖是个聪明人，夫人带着小姐们过去那一刻起，恐怕就让他察觉到了主公的意图。荀彧也在挠头，你这小子实在是太过古怪，美人、权势、财富、名望，常人所追求的没有一个是他热心的，真不知道那脑袋瓜子里成天都在想些什么。曹操捶了捶脑袋，这还真是让人头疼，这是他还真没经验，或者说这个时代里谁都没有经验。从平民到王侯，谁家的婚姻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可这个你倒好，跟块滚刀肉似的，上刀切都切不烂，甚至最近还弄出来一个麻将来，自己的夫人以及3个女儿成天沉迷其中不可自拔，反倒是貂蝉乐得清闲。和你走得更近了。实际上这麻将的历史比象棋还要古老，追根溯源都能找到上古人黄溪那里，实际上算是易经的一种应用的演化而来。古传西黄创易经，上古先民们根据易经创造了各种事物，而麻衣将就是其中之一。古时先民大多由女子种麻、系麻，随后男子负责完成之后的制备工作，而麻衣将的名字也是由此而来。毕竟后面的工序对体能和气力的要求太高，女性无法完成，而那些参与制作麻衣的男子就被称之为将。麻衣将再后来，有先民根据织麻时的纹理开创了训练排兵布阵的思维，这也是后世包括围棋、麻将等用于兵推游戏的雏形。只不过麻将简化了难度，更多的偏向了娱乐性，看起来没有围棋那么高雅。不过这在几千年后依旧能够风靡世界的棋牌游戏，自然有它的独到之处。尤其是在汉末这个缺乏娱乐的大环境中，曹操的老婆孩子一经入手便瞬间被俘虏了。对此你只是咧嘴一笑，你有张良计，架不住老子的过墙梯啊！想绑住小爷，你们这群渣渣还嫩了点。嘿嘿，搞定了曹操丢过来的一帮女眷，你发现自己竟然无聊了起来。实在是这院子太小，又是大冬天的，实在是有些闲来无事。看着同样无聊的貂蝉，你吧嗒吧嗒嘴，开口问道：“红昌姐识字吗？”貂蝉不明所以的点了点头，说道：“尚可，虽然不常动笔，但读些书籍信件没有什么问题。”得到了貂蝉确定的回答，你一拍手：“那就好。冬日漫漫，实在是闲得发慌，我来写个故事给姐姐看，就当打发时间了。”说到就做，你一路小跑着寻来下人，让其去给自己买辆车空竹简。话说这个时代还真是不方便，想写点东西，书稿得用车来做衡量单位，难怪古人的论述如此简略晦涩，实在是长篇大论写出来，那个量实在让人难以接受。曹操派来的人动作都挺快的，也就2个时辰不到的功夫，你要的空竹简就被搬到了他的房间之中，顺带着还有上好的笔墨和实验。对于你突然想要动笔写文章，曹操虽然意外，但更多的还是惊喜，他也想看看这位被郭嘉和荀彧如此推崇的奇才究竟想要写些什么出来。